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乌军防空系统拦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俄军罕见北极专用道尔系统遭无人机定点清除。欧盟通过970亿美元援乌贷款包。世界银行拨款4000万美元修复乌克兰能源基建。俄罗斯试图通过高超音速武器实施恐怖威慑的策略再次遭到重挫。俄罗斯空天军从夏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瓦斯迭伊卡基地起飞米格31K 战机，向乌克兰西部重镇利沃夫发射了2枚匕首导弹。这种导弹以其极高的飞行速度和不规则的弹道著称，一直被俄方宣称为现役防空系统的克星。然而，乌克兰防空部队却在波兰边境附近成功截获这些威胁。利沃夫市长萨多维证实，导弹在抵达目标前被精准拦截。虽然导弹碎片落入了市区部分路段，导致扎马尔西尼夫斯卡街等区域暂时封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建筑损毁。这种近在北约大门外的成功拦截，再次粉碎了克里姆林宫所谓的战略利器不可阻挡的幻想。而在克里米亚及前线纵深，乌克兰军事情报局 HOR 正通过拆砖式的战术剥离俄罗斯的防空外壳。乌情报局特种作战小组 Primary 最近发布了令人震撼的战果报告。乌军利用高精度无人机，在1周内连续摧毁了俄罗斯多项核心防空资产，其中包括一种极其罕见的战略级装备，专门为极地环境设计的道尔 M2DT 北极版防空导弹系统。这款名为道尔 M2DT 的系统本应部署在俄罗斯北方司令部，安装在 DT-30履带式全地形运输车上，具备在零下50摄氏度极端作战的能力。俄方曾吹嘘它是抵御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款身价高昂的北极利器却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精准俯冲下化为废墟。此外，乌军还同步摧毁了用于探测低空目标的 Podlet 雷达、远程探测弹道威胁的 NIRB-U 雷达以及分层控制系统中的 NIRB-SVU 雷达。这标志着俄军由前线防空力量枯竭，正被迫从北极战略预备队中拆东墙补西墙。而这些适应严寒但不适应现代化无人机群的昂贵装备，正成为乌军无人机操作员最丰厚的战利品。在战场捷报频传的同时，乌克兰的经济获得了欧盟的终极背书。欧洲议会正式投票通过了3项核心立法措施，为乌克兰量身定制了一份总额高达97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包。这笔资金将全面覆盖乌克兰在2026年至2027年的紧急融资需求，标志着欧盟已做好长期支援乌克兰的财务准备。根据协议细节，其中约357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的宏观金融稳定与预算支持，而剩余的714亿美元则将专门用于加强乌克兰的国防产能以及全球采购关键军事装备。欧盟明确表示，允许在无法从欧洲内部及时采购时转向第三方国家购买，这为乌克兰在前线急需的炮弹和防空弹药提供了最灵活的资金流。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宣布追加4000万美元增款，专门用于帮助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采购关键零部件，修复被俄罗斯系统性摧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种国际资本与军事技术的双重注入，正为乌克兰在2026年的反攻行动打造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